遮天63集，叶凡用紫火炼鼎后突破境界，竟遇到之前追杀的傀儡。上集的最后，叶凡被追杀，逃入了更为危险的第6重火域——紫气东来。紫气东来的火域，火焰如同紫色的雾气，朦胧而神秘。叶凡在穿越时已经感到了极大的压力，他祭出大罗天王保护自己，并准备随时用玉净瓶中的神拳抵抗紫气的侵袭。火域之外，瑶光圣女和其他追兵都认为叶凡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，纷纷退去。紫气如同无形的刀刃，直逼叶凡的身体，令他心中充满了恐惧。他急切地试图调动万物母气，希望借助这股力量来保护自己，但仅有少量的母气弥漫出，远远不足以形成全面的防护。在绝望中，叶凡激发了大罗天网的全部潜能，形成一个光幕牢笼，试图抵御紫火的侵袭。然而，紫火的威力超乎想象，即便是大罗天网这样的重宝也无法抵挡。光幕在紫火的压迫下迅速塌陷，紫气如同万钧之重，压得叶凡喘不过气来。紫火的高温甚至能够燃烧神力，让叶凡感到震惊。他意识到，如果再不迅速找到解决办法，自己将在这火域中化为灰烬了。在大罗天网即将被紫火焚毁的危急时刻，叶凡不顾一切地猛喝瓶子中的神拳，希望能够借此缓解紫火带来的炙烤。然而，即便是神拳的力量也无法完全抵御紫火的高温。叶凡的肉身在紫火的炙烤下变得血红，剧痛难忍。在这生死关头，他意外地发现手中的玉瓶竟然没有被紫火焚毁，这让他感到好奇。在紫火的不断侵蚀下，大罗天网终于寸寸断裂，彻底毁在了紫火之下。叶凡的处境变得更加危急，但他并没有放弃。在紫火即将触及身体的瞬间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将自己收进玉净瓶中。这一举动虽然荒谬，但却是叶凡在绝境中的求生之举。玉净瓶内部的空间广阔，足以让他暂时躲避紫火的侵袭。进入玉净瓶后，叶凡感到一阵清凉，昏沉的头脑为之一清。他开始深思，玉净瓶中究竟有何神秘力量，能够抵挡住紫火的高温，保护他免受伤害的。叶凡意外地发现了一枚菩提子，这枚圣物不仅帮助他抵御了紫火的侵袭，还让叶凡意识到了他在佛教传说中的重要地位。菩提树是佛陀悟道的象征，它能够抵挡业火，开启神性。而叶凡手中的菩提子正是这株圣树的种子。叶凡在玉净瓶中发现了菩提子的神奇力量后，他决定利用这枚种子来保护自己，开始在火域中疗伤和恢复。他知道，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充满了危险，各大势力都在寻找他，而这片火域反而成了他的避风港。在玉净瓶中，叶凡找到了足够的食物和水，这让他有了长期隐居的可能。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来锤炼自己的鼎，借助火域中的紫火来提升鼎的品质。火域的寂静和紫雾的环绕，为叶凡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炼器环境。叶凡对火域中的石灵感到好奇，这些石头能够在紫火中安然无恙，让他感到不解。他尝试劈开一块石头，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最终只能认为火域本身就充满了神秘。叶凡还发现了一些强者炼器时留下的废弃材料，这让他更加确信这里的火焰对于炼器有着非凡的效果。他开始设想，如果能够利用这里的火焰，或许能够锤炼出一件极道武器。叶凡手拿着菩提子，开始向第7层火域探索。他发现第7层的火焰呈现出5色云雾的形态，仅仅是站在边缘，他就能感受到那种让人心悸的波动。在第7层火域的边缘，叶凡看到了一些人形的灰烬和炼废的器物，这让他意识到，即使是大人物在这里炼器也充满了风险。他决定不急于深入，而是先在第6层利用紫火锤炼自己的鼎。叶凡在石林中找到了一个相对宁静的地方，适合他暂居并开始炼鼎的尝试。他深知要炼制出与自己身心相融的器物，必须在体内完成这一过程。然而，紫火的炽热程度远超他的想象，即便是一丝紫气也能点燃并消融他的神力。在菩提子的保护下，叶凡开始尝试引动紫火。他以神力剥夺了一丝紫气，并小心翼翼地将其引导至菩提子附近。在这里，紫气终于平静下来，不再对神力造成损害。叶凡通过观察和尝试，发现万物母气与紫火接触后，两者能够和谐共存，这让他看到了炼鼎的希望。叶凡开始逐步增加引入紫火的数量，从1缕到数十缕，再到最终在轮海中形成了一团紫色的烈焰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不断调整和控制，确保紫火的能量既足够炼鼎，又不会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。到了第4日，叶凡感到时机已经成熟，他的轮海中已经集聚了足够的紫火能量，形成了一团跳动的紫色焰火。在菩提子的辅助下，他开始着手炼鼎，将心中的鼎形锤炼成现实。叶凡的精神高度集中，他以心锤炼，以神锻造，万物母气涌动，将紫火包围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不断地调整万物母气的流动和紫火的燃烧，使其逐渐变形，向鼎的形状演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尊古朴自然的鼎逐渐在他的轮海中成型，3足2耳，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。紫火燃尽后，叶凡没有急于继续炼鼎，而是决定出去探查一番。
他穿过数众火域，来到赤火区域，发现有修士在外徘徊。通过他们的对话，叶凡了解到外界对他的追捕已经放松，这让他稍微安心。他决定返回火域深处继续炼鼎，再次引动紫火入体。叶凡更加熟练地控制着火源，但紫火的熄灭速度仍然很快。他意识到，如果想要让鼎成型，必须引入更多的紫火。经过反复尝试，叶凡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他利用自己与众不同的金色苦海压制紫火，使其不再狂暴，而是在苦海中稳定燃烧，锤炼万物母器。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炼鼎过程，终于铸成了一尊古朴大气的小鼎。这尊鼎虽小，却蕴含着难以想象的重量和力量，仿佛内含一方世界，一片星域，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本质。然而，鼎的沉重也给叶凡带来了新的挑战，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驾驭这尊鼎。于是决定先提升修为，叶凡选择了在火域中一处石林开凿洞府，手握菩提子，开始了他的修行。他现在想着的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突破到神桥境界的彼岸。然而，就在叶凡准备炼化元石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自己修为的时候，他遭遇了神桥境界特有的迷失之祸。这是一种考验修士心性和意志的生死考验，许多人在这一关卡上终其一生无法突破。面对突如其来的迷雾和五感的剥夺，叶凡并没有恐慌，而是选择了冷静面对。他深知这是一个问心的过程，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穿破迷雾，找到真正的彼岸。在经历了2个月的迷失和探索后，叶凡终于悟出了彼岸的真意。彼岸不在他处，就在自己的脚下，自己走向的地方就是彼岸。随着迷雾的散去，叶凡的五感不但恢复，而且还变得更加敏锐。他的身心经历了一次洗礼，潜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启。在成功登临彼岸后，叶凡感觉到了自身精气神的升华。在炼化了元石，巩固了彼岸境界后，叶凡内视自己的轮海，惊讶地发现了一株生长在金色苦海中的奇异植物，像是一株青莲，周围缭绕着混沌雾气。同时，他发现轮海上空出现了一片青蓝，犹如青天，这些都是他登临彼岸后发生的新变化。虽然叶凡初步认为这可能是他的异象即将出现的迹象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仅仅是轮海的初步演化，并不算真正的异象。在外界，姬家的子弟早已撤离，都认为叶凡已在火域中灰飞烟灭了。叶凡计划利用这一点，将来给姬家一个惊喜。他重返火域，准备借助第7层的五彩云焰淬炼自己的鼎，使其更加凝练。然而，五彩云焰的温度远超叶凡的预期，即便是手握菩提子，他仍感到难以承受的灼痛。这种火焰的炽热程度让叶凡心中无底，不知自己能否驾驭。在探索过程中，叶凡意外发现了一名黑衣中年男子，正在火域中炼化一座古塔。这座塔叶凡并不陌生，正是曾经追杀他与姬子月的那群人中的麻衣中年人所持有的武器。叶凡猜测，这名男子可能是被控制的傀儡，想要抹去最后的痕迹。叶凡决定趁机将这名男子拿下，以弄清楚背后的真相。他利用自己的鼎吸收了大量的紫火，然后等待时机，最终在黑衣男子炼气的关键时刻出手。紫火铺天盖地下，黑衣男子虽有道纹防护，但仍被重创，最终被叶凡的鼎吸收阵风。在鼎内，黑衣男子露出金色，显然对叶凡还活着感到意外。叶凡试图探查其来历，但黑衣男子选择了自毁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叶凡处理了现场的痕迹，然后躲藏起来，观察是否有人现身。几天后，一个身材高挑的老人出现，观察了黑衣男子的灰烬后离开。叶凡猜测这可能是黑衣男子背后的人物，但具体情况不明。随后，叶凡进入第7层火域，准备淬炼鼎，但五彩云焰的恐怖让他感到棘手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外界的异动，发现姬家的人再次来到了火域外。姬家的阵容强大，不仅有姬慧、姬碧月等人物，还有一位被尊敬的老者。叶凡不敢再窥视，迅速隐藏在火域深处，心中充满了惊疑。姬家的这次行动让他感到不安，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而来，是否与他有关。